我一介书生的时候没能救你，身居高位承载皇恩的时候也没能救严家。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没有什么比死去更能一了百了。谢谢你给我求情。严家是毁在严家人手里的，我知道你也一直在寻找不是严家陷害魏家的证据。算了，舒涵，你尽力了，我死后一切都可以回归尘土了。愿你从此往后金戈铁马，一生安康，若解甲归田，能享福禄无双。守孝3年，我也该去跟他们团聚了。严承安，严青，二爷，二少爷。二少爷，您终于醒了，快去告诉夫人，说二少爷醒了。二少爷，您没事吧？二少爷，您感觉怎么样？刺目的白光，嘈杂的声音。严青躺在床上，一脸错愕地看着眼前的情景。他，严青，字承安，天书国扶桑城商贾大户严府的二少爷。可是他明明已经死了，毒药带来的疼痛感以及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感那么清晰和强烈。哎呀，夫人呐，这花轿已经在外边等了2个时辰了，吉时都过了，天又下了这么大的雨，不如就先把新夫人接进门来吧。放着红轿在外边，这风吹雨打的，终究不妥呀。大少爷还没找到呢？回夫人，还没有，外出的人没有回来，这大雨倾盆的，怕是难了。这个不孝子！夫人，大少爷不在，抬进来了他也不认，有什么用啊？这让谁去接红轿，谁就要跟新人拜堂，就算外面下了刀子，也不能随便把人接进来呀。哎呀，这新夫人呐，也是可怜劲儿的。据说才守孝完3年，这脱下孝服穿喜服，堂堂7尺男儿，还出身名门，却要下嫁为人妻呀。夫人，依老奴看，大少爷是不会妥协回来拜堂成亲的。既然他敢打晕二少爷逃跑，就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依福伯之见，该如何处理？依老奴之见，事到如今，不如就听唐少爷的意见，拿些体面的补偿，让唐少爷代替大少爷娶了新夫人吧。这样既保住严家之面，又不会再勉强大少爷，也算两全其美。只是这补偿的东西就要多丰厚些了。不过为了保住严家忠义之名和让大少爷尽快回来，也不得不做些割舍。严夫人看了看左右两旁都低着头的人，见大家都不作声，思虑了许久，才奈何一叹：既然如此，就等雨停了吧。雨停了，若是大少爷还不回来，就按照唐夫人和唐少爷说的办。你且回去告诉你家夫人，若雨停后大少爷不回来，就让明焕少爷准备迎接新夫人吧。补偿之事定不会委屈了明焕的。谢郑夫人，奴婢知道了，这就回去禀报我家夫人和少爷。夫人，二少爷醒了。青儿醒了，快带我过去。娘。哎呀，青儿怎么不在房间里多休息一会儿啊？儿子没事了。没事就好。阎罗那个逆子，看他回来，我不打断他的腿。娘息怒，哥哥也是急了才这样，您别怪他了。
怄气伤身。再说了，若是不取消这婚约，他恐怕一辈子都回不来了呢。上辈子直到我死都没有哥哥半点消息，这辈子一定要找到。唉，如今已经过了吉时了，你哥他铁了心的不肯出来，看来咱们只能另寻他法了。唉，娘想了想，就依了你伯娘的意思吧，只能让你堂哥明焕代替阎罗把新夫人娶进门了。回头呢，多给明焕些补偿。娘，我替哥哥成亲吧，我来娶魏书涵，不用麻烦堂哥了。我本来就是嫡子，既然是父亲的遗嘱，我来娶是最为妥当的。更何况这婚约本来就是定给下一任严家家主的，既然哥哥逃了，自然由我来顶上。青儿，二少爷，我主意已定。哥哥虽是兄长，但我是嫡子，怎可什么压力都给哥哥呢？明明很多都该是我承担的东西。娘，我知道您一直都为了我和涵涵，把太多本该我们承担的东西放到哥哥肩上，但是这一次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望娘成全。让严明焕跟魏书涵成亲，是上辈子灾祸的潜伏，他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这怎么可以？娘，就坐在这高堂之上等我们吧，儿子一定会处理好的。给本少爷更衣，我去把新夫人接进来。还愣着做什么？都准备迎接新夫人，差人去唐夫人那边说道一下，就说二少爷迎娶新夫人进门，不必麻烦明焕了，让他们过来吧，礼数都给我做周到了。是，这才是我严家男儿该有的担当和魄力呀！情义忠孝，顶天立地，有此子在，何忧门楣不幸？阎罗那个逆子，不回来也就罢了，回来定要打断他的双手双脚，让他跪在老爷牌位前7天7夜。下去吧，我们自便就好。在下严清，字承安，年17。今日之事是我们严家礼数不周，大体情况我想你也懂了。哥哥离家出走，我替他与你拜堂成亲。今日之后，在找到合适的机会让你离开之前，你我就是夫妇了。不过你不用往心里去，这只是表面礼数，私下里你把我当朋友就好。你就当在严家休养蓄锐，等待机会。事已至此，暂时也只能从长计议了。说完也不等魏书涵回答，转身拿了一套衣服递给他。把衣服换了吧，要出去拜堂的，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就穿着便服拜堂就好了。这是事先家里绣娘给你准备好的，看看合适否？多谢二少。说到一半突然顿住了，看着眼前稚气未脱的一张清俊佳颜，很快改了口。多谢夫君。都是自家人了，以后无需客气。在下魏书涵，字赤峰，年20，以后也请夫君多多指教。彼此。没想到现在居然是这样，难道是我重生了，某些东西也跟着改变了？不过这样也好，上辈子我曾经幻想过让颜青成为将军夫人，可惜造化弄人，我们注定一生无缘。今生重来，反倒是我成了严府二少的夫人，这样也不赖。颜青年少给的眷顾和庇护，我日后定会百倍偿还。我且出去招呼客人，夫人自便吧。门外有仆人，有什么需要的，夫人吩咐他们去做就好了。相对无言，颜青把人送进新房安顿好后，转身出去了。魏书涵应了一声，没有说什么。待门重新关上后，看着布置的喜庆的房间，不禁摇头叹息。
这一生该如何走呢？如果最后查出来陷害魏家的真的是严家呢，那该如何是好？魏书涵推开窗户往外看去，想着严青会不会喝酒，会不会喝醉，今夜会不会过来与他同宿。少夫人，少爷吩咐奴婢们给少夫人送些热食来，少夫人累了一天了，就先吃点东西吧。说罢，把食物摆在了小桌上，又把桌上凉掉的食物换走，叮嘱他趁热吃之后，很快转身退出去了。魏书涵扫了一眼小桌，没有坐下吃东西，他不是很饿，大概因为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分散了饥饿感，倒是有点期待严青回房来。夜渐渐的深了，房门再次被推开，伴随着一股酒气冲入门内，魏书涵知道严青回来了。来，喝一杯交杯酒，礼数就全了。以后你我相敬如宾，做些面子功夫就好，私下里随意些。魏书涵没有说什么，嗯了一声，跟他喝了一杯交杯酒。我有点醉了，你吃点东西就早点休息吧。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会给你差几个懂事的人伺候着。洞房花烛夜，你这是要去哪里？就算是做个面子，也要做周全了吧？两个男人洞什么房啊？男欢礼数我是不懂的，而且我只是替哥哥把你娶进门罢了，这些繁文缛节不必在意。你无需为难做这些人下之事，把严府当作自己的家，不要把自己当作我的妻子。魏书涵依然没有把手松开，定定地看着因为微醺而变得慵懒的人，恨不得用力把他拽入怀里。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会把人吓到的。你这个人还真是固执呢。我新婚之夜不宿新房也多有不妥，日后在下人面前你也不好说话。这样吧，我就在外间软榻上将就一晚，明日一早你我一同给母亲敬茶去。同窗好友，手足知己，同床共榻也属正常，更何况你我已经拜堂成亲了，同床共枕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入秋的时节，睡在软榻上会着凉的。他记得严青体弱，有点先天不足，一不小心就会生病。上辈子已经身居高位了，都还是这样。若不是帝君恩师有加，那身体早就垮了。帝君啊，这辈子严青是我一个人的了，谁也不能觊觎。待娶的又如何？跟他拜堂成亲的是严青，他这一辈子只认这个人。好吧。来到了床边，刚想把手甩开，不想身体一轻，两人便双双倒在了新床上。等到他晕乎乎的脑袋反应过来的时候，魏书涵已经压在他身上了，手放在了他腰间，正在解他的腰带。别，不用，周公之礼就免了吧。我不会。你放手了。你醉了，我伺候你更衣休息，什么都不做，不碰你，别扑腾了。动静大了，弄得路过的人听墙角怎么办？到底还是年少青涩呀，不会没关系，他会呀，以后会让他知道的，他什么都会教他。哦，好，那就有劳夫人了。严青听他这么说，这才松了口气，放弃了挣扎，还小心翼翼地压低了声音，任由他剥去了自己的外衣。真是的，到底是他想多了。此刻的魏书涵清清白白的一个人，怎么会胡思乱想呢？酒劲儿完全上来的时候，严青头脑变得晕乎乎的，不多时就感觉眼皮很沉，忍不住闭上了眼。看着稚气未脱的一张脸近在咫尺，又忍不住想起上辈子帝都再见时，隔着亭台阁楼，看到他于文华殿中给皇子们传授课业的卓雅风姿，眉目亲和，噙着笑意的嘴角带着一抹狡黠和睿智。那个时候他多想护他一世安好呀，可惜
身不由己的变故太多了，加上后来的阴谋纠葛，哪怕他权倾于世，最后也只能看着他带着严家满族的冤情含冤而死了。魏书涵认真打量熟睡的人，最后视线停留在那粉色的双唇上，侧身低头，没有犹豫地轻轻含住了。这辈子这个人都是他的，无论是谁都不能跟他抢。他会给魏家平反昭雪，会帮严家度过浩劫。他相信严家是冤枉的。结发为夫妇，恩爱两不离。从此以后，风雨兼程，同舟共济，生事不离不弃。未过惯例，严青平日里几乎是不饮酒的，所以这一觉睡到了日上三竿才醒来，还是感觉头昏脑胀的。撑起额头起床，脸色也异常的苍白。此刻的魏书涵已经收拾完毕，在外间看书了，听到了声响，很快走了进来。夫君醒了。严青起身，伸手掩在嘴边打了个哈欠，抬起眼就看到一身蓝色长袍束着锦缎腰带的魏书涵，把身材衬得越发的高挑挺拔，忍不住在心里叹了一句：英雄年少，风华卓绝。也不知道上辈子严明焕那个禽兽是如何下得了手，对人百般凌辱的。魏书涵将门出身，功夫高强，却被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生生用药差点给废了。可是哪里不是？啊，我没事儿。我伺候你洗漱更衣。不用，让应离进来伺候就行了，你无需伺候我。他忙其他事情去了。那我自己来就好了。严青扶了扶有些发晕的额头，从床上下来，刚站起来就感觉一阵的眩晕。你不惜酒兴，昨天还喝得有点多，现在还是宿醉状态，别逞强了。是吧？我平日里也是不喝的。洗漱完毕，换了衣服，在魏书涵的帮助下打理妥当了，又喝了半碗醒酒汤，才双双出门来。都快中午了呢，敬早茶变成午茶了。夫人今儿个一早已经跟唐夫人他们用过早膳啦，说是少爷您不喜酒兴，宿醉难免晚起，回了谢礼之后就想让他们回去了。现在也就夫人独自在兰亭院等着少爷和少夫人，少爷和少夫人不用去正堂了。啊，那就好。严青松了口气，下意识地朝一旁的魏书涵眨了眨眼，示意他不用担心。魏书涵点了点头，看他调皮的样子，会心一笑。夫人，二少爷和少夫人来了。母亲向来待人接物，宽容大方，你也不必太过紧张，都是我起晚了耽误了时间，等下若他责怪，交于我便好，你不必多言。我知道了。上辈子的这一天，新婚之夜被严明焕羞辱过度的他，一大早就被严明焕拖了起来，去给其父母敬茶了。弯身敬茶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而打翻了茶杯，被从堂上一脚踹到了堂下，还被泼了满身的茶水。最后开始了猪狗不如的生活。严明焕用些旁门左道的药物，让他无法使用内力和功夫，定制手镣脚镣束缚他的自由，然后和那些纨绔子弟变着法子羞辱他。现在光是想想，他就想把严明焕一家灭了满门。幸好今日不用给他们敬茶，要不然他不敢肯定能否控制得住了。你怎么了？手突然被魏书涵抓得生疼，转过头就看到他垂着眼帘，眼神幽深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身上散发出一股煞气。书涵，我说了，你无需紧张，母亲不会为难你的。当初的这门亲事，父亲可都是经过母亲同意的。对不起，我想起一些事情，
抱歉，抓疼你了。没事儿。是想起家门惨事了吧？颜青心里想着，却被他的举动弄得心里一跳，想把手收回来。魏书涵却抓得紧紧的，还用拇指在他的手背上揉了揉。再揉揉，都发红了。少爷，少夫人，夫人让你们过去。给母亲请安。给母亲请安。坐吧，都晌午了，敬茶就不必了。坐下吃东西吧，也没有外人，无需拘谨。谢母亲。今日因我误了起床的时辰，过来晚了，还请母亲见谅。青儿可是昨夜喝多了，看你这脸色也不好。其实说道一声不过来就行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睡着也就算了，舒涵陪着你饿了半天了。你这孩子呀，缺心眼儿。是儿子疏忽了。没事儿，我也不饿。一个晚上到现在，哪有不饿的道理呀？这里呀，也就我们娘儿仨，都是自家人，说话不用像外人那般谦卑了。以后娘只希望你们结发相和，同甘共苦，顺顺当当，平平安安的也就得了，不求其他的。我们知道了。夫妇俩异口同声的回答，说完后相视一眼，都有点不好意思。看来这强扭的缘分也还凑合嘛。刚才觉得两人是在做戏，现在这样的默契，倒是真的挺有夫妇之相的。难不成昨夜洞房花烛发生了什么？不应该呀，昨天匆忙，都没来得及找人教颜青闺房事宜呢。而且这人喝醉了，应该没有才对呀。难不成这两人是一见钟情？毕竟这魏书涵长得真的是风姿卓越，人中龙凤啊。注意到母亲微妙的眼神，颜青就知道他想了些不该想的东西了，偏现在也不好解释，脸上又忍不住发热起来，暗道自己这副年轻的面皮也太薄了吧。一顿不知道应该称为早饭还是午饭的饭，倒是在和谐放松的气氛中结束了。坐着寒暄了一会儿，三人便走出了小榭，往花园走去。没走多久，严夫人就借口要把颜青支开。颜青迟疑着不肯，严夫人看他这样，忍不住嗔怪：你这孩子，我就跟舒涵说些话，还能为难了你的新夫人不成？我不是我。颜青脸色一热，看了魏书涵一眼，恭恭敬敬地退了下去。母亲有什么话尽管说，舒涵定然谨记在心。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这孩子呀，也是命苦啊。谢谢母亲体恤。你该谢的是青儿。过去的也罢了，无论你心中有什么想法和打算，今日啊，我就把话挑明了，只说一次。母亲请讲。虽然身为母亲，有些话不该说太多，但我还需提醒你，青儿可比阎罗那个逆子好得多了。只是他年纪小，你呢比他大3岁，会功夫，经历的事情多，人也稳重些。往后你们二人在一块儿，有什么事儿啊，你要多担待他些。不求你们如胶似漆，但求可以相敬如宾呐。青儿，他一心要完成老爷的遗愿，考取功名，你就在背后给他些支持，
阎洛离家出走未归，在他回来前呐，你就随我打点阎府里外的一些杂事吧。以后的事情，你的来路归途，需由青儿决定。待他冠礼过后，进京赶考归来，你有其他的想法，再与他商量便是。青儿啊，性情温和，加上老爷遗愿要助你，想必青儿是不会为难于你的。魏书涵松了口气。是，我一定支持青儿，也一定努力为母亲处理分担府上事宜。哎，分担什么呀？感情我后面说的重点你都没有听进去呀。其他的事儿小，差不多就得了。我说的是你的终身之事。你且好好扶住青儿，日后不管他是金榜题名，还是继承家业，亦或是两者兼之，至少能为自己的言行做主了。你若想离开，得青儿说了算。是。魏书涵恭敬地回答，感激严夫人说这么贴心的话，真的把她当作自家人了。但对于离开什么的，却不是特别的在意。他可不想离开延青，在延青主动跟他和离前，他一定要让延青喜欢上他。一日为夫，终身为夫，哪里有离的道理？该说的话说完了，严夫人开始说一些严府上下的事儿，琐事不多说，毕竟魏书涵是男子，相貌堂堂，气度不凡，若能学着主持点外务，以后也是帮了延青的忙。相谈甚欢，到了午后，严夫人乏了，才让魏书涵离开了。魏书涵回到院子里，没有看到延青，倒是在主屋门前见到了一个小厮跟2个丫鬟。见过少夫人。你们这是？小的叫林川。这是白芍和红药，我们3个人是在清风阁伺候二少爷的，今日起便由我们来伺候少夫人的生活起居。人手暂时少些，少爷说等过些时候挑好了再遣过来。少夫人日后有何吩咐，尽管跟我们说就好。哦，那你们过来了，少爷是来伺候？有应离和沉香姐姐伺候着。少夫人，还有一事，少爷让我们问一下少夫人您的意见。何事？少爷说，因这逍遥院是大少爷的院子，所以少夫人不便起居在此。府上空余院落好几处，少爷让少夫人在府上挑一个，奴婢们尽快收拾妥当。这事儿我回头跟少爷商量吧，你们就先把这里收拾一下，不属于大少爷的东西就都搬走了吧。是。3人异口同声的回答。魏书涵问了他们，得知延青此刻就在清风阁后，便转身朝着清风阁走去，也没让谁跟着。奴婢沉香见过少夫人。免礼，我是来找少爷的。少爷可在？在的，这会儿少爷在书房里。少爷也嘱咐过了，少夫人若是过来了，就直接到书房找他就好了。好。沉香，食盒给我，我送进去吧，我有事想跟少爷商量。好。沉香，把东西放下就好。你去逍遥院走一趟，林川他们去了许久不见回话，也不知道打点妥当没有。说完，字也写好了，端详了一遍，还算满意，这才抬起头来，看到魏书涵站在门口，愣了一下，放下了手里的狼毫。你怎么自己过来了？打扰到你了。没有，今日精神不佳，也练不好。我还当你要跟母亲续很久呢。母亲大人怕你担心我嘛，就让我早些回来了。怎么会啊？母亲为人亲善，你也看到了，我怎么会担心呢？是吧？没有说什么让你为难的话吧？我怎么感觉心里好生别扭啊？没有，只是同我说了些府上的事情，让我在大哥回来前协助他处理府中内外事宜。那就好，如此以后你若是有什么应付不来的，就同我说，我去同母亲说，切莫为难自己，
我知道了，多谢夫君体恤。你我私下无旁人在的时候就不需要这样称呼了，你唤我名字就好了。好，那就多谢青儿体恤。哎，不是这个，我字承安。这样叫亲切些，你我夫妇有些爱称也正常啊。罢了，随你吧。这做戏也无需太入戏了，母亲也是懂的。这桩婚事不过是父亲为了保下好友的血脉，倾尽全力跟先帝做的谈判而已，大家都懂。人前做些面子功夫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魏书涵垂首不语，他可没有做戏。从知道成亲的对象是颜青开始，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真心实意的，当做一辈子去对待。哎，对了，你可挑好了院子了？没有，原来这人一直都喜欢吃甜食呢。上辈子为了你，帝君可是专门找了擅长民间甜食糕点的厨子进宫给太傅大人做点心呢。我也暗中学了不少，可惜却没有机会亲手给颜青做过一次。你尽快挑一个喜欢的院落，我让府上打点整理。毕竟你我已经成亲了，你总不能住在大哥的院子里啊。你住哪里啊？自然是住在这里。你不会是想跟我住吧？有何不可？你我新婚燕尔住在一起不是挺正常的？可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夫妻，也做不成真正的。有名无实的话，分开住方便一些。我会给你安排信得过的人，日后也好给你行些方便什么的。颜青说的含蓄，但他相信魏书涵听得懂。魏书涵看着他微微泛红的耳尖儿，就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嘴角勾了勾。在你冠礼前，我不介意为你守身如玉的，这点自控能力我还是有的。啊，我不需要你为我守着，虽然成亲了，但是我又不是真的要你做什么。青儿，我同你一起住在清风阁，好不好？抬起手指轻轻抹了一下他嘴角的糕点屑，放回自己的嘴边舔食掉了。啊，你怎么可？这人居然这样撩我，搞得这么暧昧，是想做什么呀？难不成喜欢我？哎，不对呀，虽然小时候我们见过面，但是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记忆力了呀，懂事起就没有见过了呀。这莫名其妙生出的情从哪来的呀？还是魏书涵想用温情攻势利诱我？青儿，颜青，你别这样，你无需刻意讨好我，我也会尽力帮你的。我只是心悦于你，并无他意，并不是刻意的讨好你，是我想对你好，仅此而已。这句话我好似在哪儿听到过。颜青，我心悦于你。上辈子他几次酒醉迷糊，还有最后毒药入腹意识涣散的时候，似乎都听到过类似的话。上辈子他们的交集一直疏离寡淡，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些话是幻听，是错听。难不成是真的吗？魏书涵早就对我动了心思，这也是上辈子魏书涵哪怕是权势无双，也对我很友好的原因所在吗？这么一想，颜青莫名觉得难受，心里悸动着，有什么东西悄然蔓延开来。下意识的抬头想问些什么，却发现对面已经空空如也了。在他低头发呆之际，对面的人已经离开了，他都没有察觉。魏书涵离开清风阁，心里堵得慌。颜青毫不掩饰的表情让他有些受伤，虽然知道这是人之常情的思维方式，可是他承认他想魏家得到平反，但绝对没有想要利用颜青的想法，也相信魏家遭到陷害跟颜家是无关的，他会凭借自己的能力查出真相来。都怪他太急切了，
上辈子求之不得，这辈子有机会就恨不得把人揉进骨血里似的。哪怕成亲了，也还是没有安全感。罢了，慢慢来吧，这种事情急不得的，而且如今的言青正是刻苦用功的时期，不要给他添堵了，等他观礼后吧。回到逍遥院，魏书涵就告诉林川，他选好了院落，是挨着清风阁的揽月阁。2个院子相邻，他就选在了那里。傍晚的时候，魏书涵想到白天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也不好再去找言青。想了想，便亲自下厨做了几样点心和小菜，让白芍给言青送过去，还让他帮忙叮嘱一句，让言青不要熬夜看书太晚了。白芍很快回来，捎回言青的一句话，让他也早点休息。哦，知道了，你们下去吧。少爷，夜深了，休息吧。少爷，今夜要宿在清风阁吗？沉香，你说我这新婚第2夜不宿新房，会不会有什么不妥？按理说，少爷是应该回新房陪新夫人才好些。即便是做戏，也要3日回门后再跟新夫人分房睡比较妥当，这样礼数会周到些。虽然院里伺候的不会嚼舌根的，但难保不会让其他人知道了去。这要是让人知道了，怕是新夫人以后在府上里外不好长事了。这一桩特殊的婚姻，从今往后也就您可以给新夫人撑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呢。好吧，我就回新房住几日，3日回门以后陪他出门走走，让他把位置坐稳了。少爷，您来了，我还以为您今晚不过来了呢。书涵睡下了？没有，在院子里赏月呢。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言青念叨着，抬头看了看天空，月亮躲进云里去了，而且今夜也不是满月，景色不见得多好。少夫人貌似心情不佳。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我自己过去。说着已经踏上了回廊，借着院里的灯火的光亮，看到魏书涵躺在院里的小榭旁的椅子上。是。魏书涵陷入回忆里，思绪无法抽离，直到言青过来用手推了推他，他才如梦惊醒似的睁开了眼。恍惚间有些分不清现实和记忆，愣愣地看了言青一会儿，直接拽住他的手腕，把人往怀里带。言青猝不及防低呼了一下，就摔入了一个宽厚的怀抱里。因为魏书涵半躺的姿势，言青摔下来后直接趴在了他的身上。魏书涵的手顺势圈了上来，姿势说不出的暧昧。你做什么呀？你快松手啊！青儿，你松手！魏书涵，你快给我松手！你这个人，言青，不要离开我！你这个人，莫不是睡糊涂了？该不会是梦魇了吧？言青被他双手箍得动弹不了，拍打他也没有反应，想了想，直接在他手臂上咬了一口。吃痛的人轻哼了一下，果然松了手。言青有些狼狈地挣脱了他的手臂，手忙脚乱地从他身上起来，踉跄着后退了2步，整理衣衫。你累了就回房去睡吧，夜路深重的，在外面不好。突然这个样子，还真是把我给吓到了。难不成魏书涵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面，上辈子才会被严明焕欺负的？不困，就是想起一些事。抱歉，把你吓到了。确实有被你惊到了。对不起，我以为你今夜不过来了。我多留宿几日，对外礼数周全一点，你以后在府上掌事也方便一些。府上事情多，哥哥归期未定，你要做的事情也挺多的。青儿倒是会为我着想。我先来服侍你宽衣洗漱吧。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了，你请便，私下里就无需太多礼数了。魏书涵见他一副浑身不自在的样子，也不多勉强，便各自宽衣，洗漱擦脸之后上了床。房间里只留下了一支灯烛，光线暗了许多。颜青暗自松了一口气，身体尽量往里面靠，扯过薄被盖好。颜青，魏书涵的手探过来，隔着被子侧身往里面挪，抓住他搭在被子上的手。颜青没有拒绝，直到微微粗糙的手指嵌入他的指缝中，跟他食指紧扣，这才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但魏书涵却不允许他挣脱。青儿，睡吧，很晚了，我困了。为什么我心跳得这么快呀？明明没有多想其他的呀。好，晚安。屋子里很安静，只听到彼此并不平稳的呼吸声。一会儿之后，颜青只得无奈地说：你这样我怎么睡得着啊？从身后隔着被子揽着他的人不言不语。书涵，他才不信魏书涵睡着了，偷偷转过身来，昏暗的光亮中果然对上了男人如炬的目光。呼吸一滞，小声地问道：你能不能把手给放开呀？我们这样气氛太奇怪了。书涵，为什么喜欢我？魏书涵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情不知所起，故一往而深。也许上辈子就开始喜欢了。颜青，魏家的事情，我绝不让你为难。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颜青的，他也说不准。也许是在无数次细微帮助中，就已经心存执念，而后潜移默化。从严府二少爷的善良温柔，到皇子太傅的睿智坚韧，颜青可以说是他在上辈子黑暗人生的一道白月光。上辈子三个字让颜青有片刻的恍惚，嘴唇动了动，终究没有再说其他的。夜深了，睡吧。好。不甚安稳的一夜。第二天一早，魏书涵早起练功，后脚才出房门，颜青就跟着爬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收拾好自己，有些狼狈地逃回了清风阁，一脸疲惫地让沉香准备预防沐浴。少爷，可还有什么吩咐？没有了，你去逍遥院告诉林川，让书涵去陪母亲用早膳吧，然后让母亲安排福伯带他熟悉府上事务，就说是我交代的。下去吧。这样下来，一天魏书涵都没有时间来找他了。虽然倒是不反感魏书涵对他直白的感情，甚至还有点欣喜，可是他还需要点时间来整理思绪。上辈子的悲惨历历在目，他做不到马上抽身出来。是，奴婢告退。颜青从御房里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门外等候的沉香和应离，倒是魏书涵笑吟吟地站在门口。你怎么过来了？沉香说你看上去不大舒服，让我过来的。青儿，你怎么了？我没事啊，就是睡不踏实，犯困，泡一下澡会舒服一些。沉香这个人呢，就是心太细了。这丫头上辈子也是。哦，我还以为你故意躲着我呢。可不就是这样吗？颜青心里有点郁闷地想着，但又不好发作，只得摇头。没有，你又不是凶神恶煞，有什么好躲的？我不过是有点困，又想起有事要做，就早点回来这里了。如此，你便去陪母亲用早膳吧，我就不过去了。母亲让我陪你。不用他请命，沉香已经完美地误会了某些事情。严夫人甚至还特意让九姑过来好好照顾颜青，说身子什么的该补就得补。颜青这下子彻底没脾气了，转身和他一同走进侧厅用早膳去了。用餐过后，
颜青又委婉地说了2次有事要忙。魏书涵自然知道他想独处，想了想昨天晚上他的反应，他知道他需要些时间来认真考虑他们之间的事情，便没有再耍赖，起身就要回逍遥院，顺便跟林川他们打点一下他的新院子。可是他才起身走到门口，一身素衫气质文雅的应离走了进来，规矩的行礼之后告诉颜青，明焕少爷带着一干朋友登门造访，说是想结识一下新夫人，已经在前厅候着了。砰的一声，就在魏书涵想着要如何委婉拒绝的时候，颜青冷着脸，手掌直接拍在了桌面上。少爷，青儿，严府还有没有规矩了？本少爷新夫人进门未过3日，他就带人登门拜访结识，他们哪来的脸？如此厚颜无耻，唐夫人可知道？没有人敢说话。颜青皱眉沉思了一下，对应离吩咐说：不见，让他们马上离开。从今日起，没有我的命令，不见访客。应离，你把他们打发之后，去一趟唐夫人那里，把我的话传达一遍。日后，但凡对少夫人不尊重者，无论尊卑老幼，都按严家的规矩处置。母亲那里，我自会去说。是，小的马上去。以后也一样，这些无关紧要的人，你无需在意，想见便见，不想见，就直接打发了。在这里，你不必对别人谦卑低头。好，一切听你的。颜青看着深情款款的人，蓦地就红了脸，没有了刚才的凌厉。好了，我要忙了，你回去吧。有人在身边，我看书没法安心。你若是觉得无聊，可以去父亲书房看看，也许有你感兴趣的东西。还有，以后出门身边带个人。我给你的灵川、白芍、红药，都是机灵懂事的。有什么事情你不善应付，他们也可以给你拿主意的。好的，我知道了。魏书涵离开后，沉香给颜青倒了杯茶，随即从袖袋里拿出一个小瓷瓶来。少爷，手伸出来。颜青努力维持着表情上出现的裂痕，伸出刚才拍桌面的手，只见柔软的手掌通红通红的，都有点肿了。本人不好意思地努了努嘴。哎呀，倒是挺疼的。刚才一时生气，没控制好力度，掌心火辣辣的疼，几根手指也一阵的发麻。少爷难得冲冠一怒为蓝颜，疼些也是值得的。少夫人看您的眼神呐，都能溺出水来了。你不许取笑我。奴婢不敢。要是让少夫人看到你这手掌，不知道得多心疼呢。沉香。虽然白天打发走了严明焕，应离也非常尽责地把颜青的话传到了大伯的府上。据说严茂当场甩了严明焕一巴掌，罚了禁闭。唐夫人薛氏扯着手绢一阵的数落。原本以为事情这样也就过了，但下午的时候，严夫人院里的丫鬟却过来传话，说是唐夫人夫妇2人登门，让颜青夫妇一道过去用晚膳。这一次颜青不好直接回绝，只能应承。舒涵，你若不想见就不用去了，我去就好。我去，没事儿。我确实不想见他们，但你我夫妇有事同当。再说了，理亏的是他们，这个时候造访多半是为了严明焕赔礼来的，我们何不理所应当的接受呢？真的没事，我知道，你如果真的不想去，就不去了，我应付得来的。他们道歉赔礼是应当的，你却不必真的要去见他们。你身为男妻，他们就算道歉，也不见得礼数多高的。去了，我怕你看不惯他们的嘴脸，受气。等熟悉一段时间以后，你把严府少夫人的位置坐稳了，才跟他们打交道也不迟。到时候你长事了，就不用对他们低眉顺眼了，他们还需要看你的眼色行事呢。魏书涵手指捻着茶杯边缘，看着为他愤愤不平的人，心里暖的都快化了。有爱人为他着想如此，
夫复何求？真的没事，我知道，你如果真的不想去，就不去了，我应付得来的。他们道歉赔礼是应当的，你却不必真的要去见他们。你身为男妻，他们就算道歉，也不见得礼数多高的。去了，我怕你看不惯他们的嘴脸，受气。他们何德何能让我受气啊？有青儿你在，我定能刀枪不入，百毒不侵，无碍。你既然觉得可以应对，那就去吧。说着正经的话，突然变得情意绵绵起来。言青表情有点尴尬，罢了，他既然这样说，那就一起去吧。魏书涵到底跟他是不一样的，是他太带入上辈子的感情了。入席就坐，言青主动跟长辈们聊天，帮他们倒酒，顺便简单的解释了他和魏书涵不胜酒力，望他们谅解，避免敬酒这一道。魏书涵就在旁边静静的听着，严夫人给他夹菜的时候，才会恭敬的道谢，然后顺便聊几句。青儿贤侄啊，大伯和你大伯母今日过来，想必你也猜到了，我已经把你明焕哥关禁闭了。真是越大越不懂事儿，还是在外面浪荡野惯了。大伯这里就给你赔不是了。说着又看了一眼一直沉默的魏书涵。还有贤婿，这明焕平日跟自家人随意惯了，也就没有太在意这些繁文缛节，加上都是男子，也没有必要太拘谨。这并非明焕故意冒犯，还望贤婿莫要往心里去才好啊。确实，新人新婚燕尔，多有不便。3日未过，明焕带着朋友上门来，就要结识新夫人，也确实是不妥呀。确实，新人新婚燕尔，多有不便。3日未过，明焕带着朋友上门来，就要结识新夫人，也确实是不妥呀。弟妹说的是，这事儿是明焕不对。嗨，那孩子也是一时糊涂，说这弟夫为男子，这心里头拘谨就少了，光想着结识一番，也就没有太多顾虑。可心思是不坏的，弟妹你也知道的。说罢视线一转，看向了魏书涵。侄婿也是出身名门，向来也是通情达理之人，这等小事儿是不会往心里去的，要不然这不就弄得一进门就伤了一家和气了吗？听大伯母的意思，明明是堂哥的错，这么一说，反倒变成我夫人的不是了。贤侄，大伯能否听我把话说完？你说。我严家虽为商贾之家，不似书香门第那般芳华满园、慧秀文雅，但家训历来严苛，便是孩童时期就该懂得礼义廉耻。堂哥年纪20有5，放与他们早已是妻妾成群、子女满堂的年纪了，这礼数之差，实在让人汗颜。再说，我今新婚不过3日，堂哥就贸然携友登门前来，要结识我的新夫人，把位置换一换，试问他若是我，会作何感想？书涵是男子不假，但也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日后是要在府里上下掌事的，这等失礼之事要是传了出去，我颜面何在？不明事理之人还以为书涵多么不受我严府待见呢，这成何体统？我历来敬重堂哥，对梁府上下也不苛刻，无非念着是自家人。此次事情过了也就罢了，日后还望伯父伯母平日里多多提点明焕哥哥。外头肆意风流无伤大雅，但家规门训还是要牢记，免得日后弄出了什么损了严家门面之事，就不好了。大伯，你说呢？贤侄说的是。青儿啊，你堂哥也是无心之过，这事也无需上纲上线的嘛。我回头一定好好教训他。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不是故意为之，自然是最好的。严茂及时的拦住了还想说什么的薛氏，亲和的说：到底是自家兄弟，回头等明焕禁闭出来，我再让他登门道歉。晴儿说的有理，再怎么玩闹，礼数门训还是要遵守的。这大家大业的，往后我们都老了，也就靠着你们兄弟几个了。没有规矩，哪里能成事儿啊？谢大伯理解。年轻人无拘无束也不怪，等到他们自个儿当家的时候就懂了。大哥大嫂操心了。嘿，弟妹说的是啊。可不是嘛。舒涵，你先回屋，我去跟母亲叙叙。还道你跟你家夫人回去了呢。吃多了，跟母亲喝茶消消食。我儿这成亲之后啊，可真是一夜之间长大了，不仅处事拿捏有度，连这等乖言巧语都会说了。母亲这是在笑我呢。府上事多，大哥又不在，儿子总不能让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得母亲操心吧？这怎么能算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呢？你伯母方才跟我说，你这一出啊，可把他给惊到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青儿，怎么突然就关心起府上杂事儿来了？小小问题都上纲上线的。他们对我不敬也算杂事的话，严府在他们眼里还有什么不杂的？严明焕在外花天酒地，被人打得半身不遂，才算正事。你这孩子，好好的读书人，这哑口怎么变得如此厉害了？给气到了。再说了，看着我们受委屈，母亲也心疼啊。既然母亲不好说，那以后这样的事情就让我来处理。娘倒也觉得挺出气的。这都多少年了，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说家和万事兴，凡事忍让为先。我也跟着受了不少的窝囊气呀，这下心里倒是舒坦多了。您为严家已经够操劳的了，以后可不要随便受委屈了，不好处理的事情交由我来就好了。你倒是会为我着想，你那个不成器的哥哥要是会想这些就好了，我可就真的省心了，也不会拖累你了。母亲这说的是哪里话呀？本来也是我的事情，怎么能说拖累我呢？你一直对从商不感兴趣，也无心接手家业，未来是要考取功名，步入仕途的，有个男妻到底是不怎么妥当呀。没事，我不介意。历代皇宫还有男妃男后呢，我这一个男妻算得了什么呀？家里大小事以后自然还得大哥来照顾，为了舒涵的事情顶个家主的名头而已，母亲不用担心，对我没有太大影响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说这些话的时候总觉得脸上热热的。话是这么说没错儿，但你的情况啊，到底是跟别人不一样。从商也就罢了，若是以后步入了朝堂，怕是会被人在背后说闲话的。帝君也不知道会如何看待，会不会对你以后造成影响。母亲的思虑儿子明白，不过也请母亲放心，以后的事情看不到，所有一切都是变数。我已经认真思考过了，一切尽力就好，走到哪一步再见机行事。但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绝对不会让我们严家无辜受牵连。请母亲相信，儿子一定会处理好的。我既敢承担下来，就有本事担到最后。如果让母亲费心了，就是儿子的不孝了。好了好了，你呀，我就是这样说说而已，你倒是认真过头了，
快坐下吧，这么郑重其事的，我信你便是了。以后这些事儿啊，就交由你自己处理，我不过问了。唉，你决定事情的时候啊，跟你父亲可真像，一派的温文尔雅，却固执得很。母亲，从现在起，无论外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往心里去，尤其是对于我和舒涵的事情，儿子自己心里有数。那些个闲言碎语，你听过忘了就好了。在大哥回来以前，以后府上的事情，能交给舒涵的，就交给舒涵，让他掌理事务，成吗？这样你也可以轻松一点。你嫡少爷都亲自发话了，我有不答应的道理呀。母亲莫笑了，儿子只是觉得母亲太辛苦了，大哥不在，你忙不过来的。入秋了，可别弄得身体不爽利。舒涵为人处事稳妥，你教他一遍，他就懂了。接触的人事多了，也能探听些消息。好，就这么办。话说，你倒是真心实意的为着他着想呢。谢母亲体谅支持。谢什么呀？我是你娘，儿婿也是半个儿子，也应该帮我分担些才好。严夫人开心地说，瞥见严青脸上泛起的红晕，突然话锋一转：青儿啊，你是不是对魏书涵一见钟情了？